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圆怀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意？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非鸣笛。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破，10000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击。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一首太祖的定场诗说罢。最近呢有这么个事儿，美国呢2个专家忽悠中国说统一台湾这个事儿咱们别急20年后台湾将会和平统一。硅谷的投资人纳瓦尔认为美国没有充分的理由投中国打一场战争，台湾更可能在较长的时间内与大陆逐步走向整合。桥水基金的创始人达利欧也提出说，世界的秩序正在发生深层的变化，过去由美国主导的单极规则正在让位于多极更加现实主义的力量格局。在这个框架下，中国大陆推进国家统一并不一定依赖战争，而更可能更多的依赖综合国力、经济吸引、战略威慑和长期的政治塑造。关于这个事儿呢国台办还真的是回应了。有硅谷投资人表示，中美没有一战的理由，台湾将在10至20年间被大陆逐渐统一。美国桥水投资公司创始人也撰文指出，世界秩序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大陆将完成两岸统一。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势。中国的网友肯定是不满意这是一如既往的正确的废话。20年黄瓜菜都凉了吧？是这样的朋友们，这个美国的这些专家的这个说法呢，虽然呢中国大陆的网友不太满意而它的意义呢也是不小，在于呢说明美国的部分精英呢已经开始重新计算台海问题的成本了。过去几十年呢，美国在西太平洋长期保持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可以把台湾作为牵制中国大陆崛起的一个重要的支点吧。但是时至现在随着大陆的经济体量、制造能力、军事实力和区域影响力的持续上升呢，美国要在台海直接介入所面临的风险远非过去能比。台海一旦爆发冲突，代价不只是军事损失，还包括全球的供应链中断、金融市场的震荡、盟友体系的承压以及中美关系的全面失控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是否真的会为台湾与大陆开战正在成为华盛顿内部越来越现实的一个问题。美国呢仍会对台军售，继续强化地区联盟，继续在政治上打台湾牌，但这并不等于美国愿意无条件的承担一场大国的战争那这种情况下，有人说那要不要听美国的专家等一等等是等不来和平的。伟人就曾经明确的说过，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现在台湾的这批年轻人已经有只有 2.4% 吧，好像是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了。这两天郑丽文的口风也变了，说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全由自己的经历和意愿。郑丽文也说认同台湾人，他愿意就认同吧。那这种情况下再等20年将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诸位，就在7月15号适逢台湾解除戒严39周年，赖清德借此机会再次散布台独的歪理邪说，叫嚣无论威权来自于境内或境外，都要坚定的守护主权。
赖清德也再次的恶意攻击民族团结法，妄称中国持续扩张法律的域外适用范围无论是反分裂国家法或民族团结法，都将威权意志延伸至境外，形成长臂管辖与跨境镇压，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方方面面。赖清德张嘴就是反陆仇陆，闭嘴就是大陆威胁论，利用一切机会对大陆进行恶意抹黑、恶毒攻击，而这一切正是国民党当年的这个无能吧，是吧？那么所以现在的这个情况是越等那就越不可能和平统一。别听那个美国的所谓的专家的忽悠吧，10年20年等得了吗？那个时候中国已经进入了严重的老龄化社会吧，经济和社会的矛盾集中爆发的时候，无兵可用的时候，要等20年然后再动手当然有人说了那你美国不也同样面临着这个国内的这种情况吗？对吧？问题是，如果你不在现在中国有3000万的男性光棍这是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恶果，这些人20年后将全部成为社会的大负担，你国家得管他吧，得养老吧，对吧？那这3000万男性的光棍那现在何不如把他们武装起来征服世界呢？我说错了统一祖国呢，用得了3000万吗？各位当然这个也说明什么呢？也说明这个趋势确实是这个在中国这边，中国的这种崛起和美国西方的衰落这是一个趋势。但是20年你不觉得10000年太久了吗？20年也太久了吗？应该像伟人说的一样，只争朝夕了吗？20年呐，这历史是由英雄人物写就的，对吧？每当历史的重大转折，都有一个英雄人物挺身而出。我说的这个对吗，各位？可是这个英雄人物他也是有生老病死的呀，对吗？如果在这个可以说是方方面面都迎来了一个非常有优势的这么一个窗口期的话，被美国的所谓的专家忽悠了咱就再等20年嘛，20年以后就和平统一的。问题是英雄人物还有20年吗？最终你的选择是什么呢？我觉得任何一个具有高瞻远瞩的政治雄心的人物都不会等自己平平淡淡的退出了历史舞台，被史书记上一笔，而不趁兵强马壮的时候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吧。我个人坚定的认为等不了20年，别说20年，10年都等不了有人说冬季到台北去看雨吧，咱们就在这一年了吧我赞成。你们呢？点个订阅，咱们下一集再聊。